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走红，滤镜加持藏短板，突破自我待提升。其实诚意似乎忽略了一个关键要点，他能在近几年的演艺圈迅速走红，并非单纯源于演技上的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大众对他主演的《莲花楼》这部剧抱有浓厚的滤镜。彼时，他的台词功底其实并不出众，但凭借精湛的演技与精彩绝伦的打戏，成功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让大家暂时忽略了台词方面的不足。回顾以往，诚意出演的古装偶像剧角色，大多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这些角色往往性格高冷，不苟言笑，表演时无需过多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台词所蕴含的情绪也相对简单。这种类型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演技上的某些短板。然而，在《富山海》这部剧中，情况却大不相同。剧中的角色需要演员展现出诸多细腻的小表情，以及大幅度的动作。面对这样的挑战，诚意在角色塑造上明显力不从心，不少观众都认为他对角色的把控不够精准，甚至出现了五官乱飞的情况。多年来，诚意一直徘徊在类似题材的剧集中。这类题材有打戏作为亮点可以宣传，还能依靠滤镜、妆造营造出独特的氛围感，从而掩盖一些表演上的缺陷。但一旦涉足其他题材，造型无法再成为遮羞布，短板便会暴露无遗。在我看来，演员的职业生涯不应局限于某一特定赛道。诚意出道多年，若真心热爱表演事业，就应在演技和台词上狠下功夫，不断突破自我。毕竟，年龄渐长，若始终无法跳出舒适区，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未来的演艺道路恐怕会越走越窄。只有不断精进，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站稳脚跟，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诚意走红，滤镜加持藏短板，突破自我待提升。近年来，诚意的名字在娱乐圈频频被提及，尤其是在《莲花楼》爆火之后，他的人气直线飙升，跻身于当红小生的行列。然而，热度的背后并非完全建立在他演技的长足进步上，而是有着种种滤镜效应的加持。若将他的表演生涯放在更宏观的层面审视，不难发现，他在某些方面确实展现了独特的个人魅力和职业韧性，但与此同时，演技与台词功底的短板也逐渐显露。如何在保持现有热度的同时真正实现突破，成为了他亟待思考的问题。爆红背后的滤镜效应，《莲花楼》无疑是诚意演艺生涯的里程碑之作。这部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剧本结构紧凑、节奏明快，更在于他为诚意量身打造了一个极具氛围感的角色。观众在追剧过程中，往往容易被跌宕起伏的剧情、精美的打戏设计以及人物间的情感纠葛所吸引，从而在潜移默化间忽视了演员在某些细节上的不足。诚意在剧中的武打场面极具张力，动作干净利落，配合上冷峻的气质，让人很容易带入角色。这种强烈的氛围感形成了一种天然滤镜，成功掩盖了他在台词功底和人物内心层次表现上的欠缺。观众在情绪被带动之时，更愿意去放大他的优点，弱化他的不足。这种粉丝滤镜固然是演员快速走红的助力，但若长期依赖，反而可能成为发展的隐患。角色选择的局限性，纵观诚意过往的代表作品，可以发现他所饰演的角色大多是高冷型、少言寡语型。这类人物对演员的台词要求相对较低，更多依靠外在的气质、眼神和动作来完成塑造。比如《琉璃》中的雨丝凤、沉香如屑里的应渊，乃至《莲花楼》中的李莲花，角色都带有强烈的个人符号，冷静、孤傲、坚毅，甚至有些疏离感。
这种类型的角色确实与程毅本身的气质契合，因此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然而，这类角色的安全感太强，演员无需在表演中展现丰富的情绪层次，观众也更容易被角色的设定所吸引，而忽略表演细节。久而久之，程毅似乎也被固化在这种角色类型里，缺乏挑战多样化人物的勇气。这种局限性直接导致他在面对风格迥异的剧目时暴露短板。富山海中的考验与暴露，相比于莲花楼的氛围感，富山海则给程毅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该剧在人物塑造上更强调复杂性和层次感，需要演员通过细腻的表情管理与情绪传递来展示角色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大幅度的动作与小表情的结合，对演员的基本功要求极高。然而，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明显感受到程毅在某些场景中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比如情绪激烈时，他的五官过度夸张，显得有些乱飞；在处理悲痛或矛盾情绪时，他的表情又略显单一，难以让观众感受到深层次的共鸣。这些问题的出现，本质上并非临场发挥失误，而是多年角色选择局限导致的积累结果。换句话说，程毅在舒适区里待得太久，当需要拓展边界时，自然难免显得生涩。台词与语言功底的不足，除了表情管理，台词问题也是程毅演绎道路上绕不过去的短板。在古装剧中，台词承载的不仅仅是剧情推进的功能，更是人物性格和内心的直接外化。若演员的台词功底不足，就容易让角色的说服力打折扣。程毅的声音条件并不差，但在台词处理上，他有时显得发音不够清晰，情绪递进不够自然。在情感爆发的段落，声音容易飘散，缺乏应有的气场。这些细节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或许不算致命，但在业内人士和资深剧迷的眼中，确实是需要提升的重要方面。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观众对演员的要求也会逐渐提高，单纯依靠颜值滤镜与氛围感已难以长久。突破自我的必要性，对于程毅来说，如何跳出舒适区是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演员的职业生涯若被限制在单一的角色类型中，看似稳定，实则暗藏风险。一旦市场风向改变，或观众审美疲劳，演员的优势就会迅速消解。他需要做的是有意识地去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比如都市现实题材中的普通青年，职场剧里的复杂人物，甚至带有反派色彩的角色。这些题材对台词和内心戏的要求更高，也能帮助他逐步磨练表演功底。只有通过不断尝试，演员才能在实践中找到更多表演的可能性，真正实现自我突破。演技提升的路径，提升演技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系统性的训练与积累。对程毅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台词训练，持之以恒地练习普通话发音与情绪处理，学习通过声音的轻重缓急来传递情感。可以请专业台词老师1对1指导，或多参与舞台剧锻炼，以提升语感与声音的控制力。表情管理，通过镜头训练来观察自己在不同情绪下的面部变化，避免过度用力。优秀演员的表演往往在收的过程中见功力，而不是简单的放。角色体验，多阅读剧本，甚至主动参与一些小成本但题材新颖的剧作，借此积累经验。通过不断体验不同人物的命运，拓宽演技边界。观摩学习，多向前辈演员学习，研究他们在表演时如何处理细节。比如陈道明、梁朝伟等人，他们的台词与细腻表演都是极佳的范本。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娱乐圈从不缺少昙花一现的演员，但能够真正走得长远的，往往是那些愿意不断突破、持续学习的人。
程毅目前正处在事业上升的黄金阶段，既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也具备一定的市场价值。若能在此阶段下决心提升演技，他完全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实力派。当然，未来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市场对演员的要求愈发苛刻，观众的审美也在快速变化。倘若他仍旧沉溺于滤镜效应的舒适圈，而不愿正视短板，未来的竞争中或许会逐渐失去优势。反之，若能以积极心态迎接挑战，敢于接受更复杂、更深刻的角色锤炼，那么程毅完全有机会从流量小生成长为实力演员。程毅的走红，既是时代与作品共同成就的结果，也是他个人努力不可忽视的回报。然而，热度不等于实力，滤镜终将消散。真正能够支撑演员走得更远的，始终是演技与作品的硬实力。对于程毅而言，眼下正是最好的转型与突破时机。唯有不断精进，敢于面对不足，他才能真正立于娱乐圈的不败之地，为观众带来更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佳作。